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宝。上期节目我们有聊到新加坡的私人公寓是中产阶级的最爱。那么对于那些社会精英们来说，又偏爱哪种类型的住宅呢？他们的屋子又会有哪些不同呢？今天我们格局打开，来聊一聊新加坡大富翁们的豪华别墅。在新加坡，目之所及皆是越盖越高的祖屋与公寓，人们似乎都在追求一种俯瞰天下、一览众山小的情怀。然而，在一些富豪的眼中，真正有价值的根本不是这些租期只有99年的空中楼阁，而是完全属于自己、具备永久产权的有地住宅。新加坡的有地住宅通常是指排屋、半独立式洋房、独立式洋房及优质洋房这几个类型。排屋顾名思义就是肩并肩连成排的有地住宅，至少有3栋相连，其中有一面墙是与左右邻居共用。每栋都有独立的前后墙及屋顶，占地面积从80平方米到200平方米不等，价格多为200-300万新元。半独立式洋房则是一对相连的洋房，有一面墙与邻居共享，每栋占地面积在200与400平方米之间，价格多为400-600万新元。独立式洋房就是我们所说的独门独院，不与其他任何住宅相连，因此住户可以享有高度隐私。占地面积通常在400平方米以上，但是总建筑物体不得大于总地面积的50%。这类住宅拥有最为宽敞的居住环境，业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建造花园、池塘、私人泳池等设施，以及建造地下室来放置自己的收藏品。平均售价在1300万新元左右，数量相对有限，通常位于人口密度低的位置，因此环境相当的安静舒适。在一些欧美国家，洋房或者别墅是最为普遍的住宅模式啦。买一块地皮建一栋自己理想的屋子，花费不过几十万美元。自己不但拥有这块地皮的永久产权，还可以作为一笔财富留给子孙后代。但在国土面积狭小的新加坡，土地的价值比黄金还要高。拥有一栋私人洋房被认为是财富与声望的象征，因为这类有地住宅通常具备999年或者永久产权，是在新加坡建国前就流传下来的。而政府早已不再推出永久地契供地产开发商招标，因此这类房产十分稀缺与珍贵，也只有新加坡国民或者有巨大特殊贡献的永久居民才有资格购买。根据统计，目前新加坡只有6.85万套有地住宅，仅占了全部住宅的4.9%。换句话说，在新加坡拥有有地住宅的人非富即贵，不是医生、律师、金融高管等高端专业的人才，就是企业老板或者政界要员。一般的打工族对于这类有地住宅只能望而兴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法律保护业主在地契期限内的绝对产权，但是根据新加坡土地征用法案，政府可以以公共目的征用私人土地，但同时政府也会根据征用通知日当天的市价进行赔偿，因此也无需担心资产受损。在有地住宅中，级别最高的就属优质洋房，简称为 GCB， 全国大概只有2800栋，坐落在新加坡第10、11、20、21和23游区中指定的39个优质洋房区，售价动辄几千万到上亿不等。根据新加坡市区重建局的定义，优质洋房必须是只有2层楼高的独立式洋房，占地至少1400平方米，房屋建筑最多只能占总地面积的35%。由于这类豪宅的稀缺性，不少富豪都将此视为保值资产，既能够自居或者家族传承，又可以在土地升值后将其转售，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因此，优质洋房是那些上市公司 CEO、社会名流等顶级富豪们的首选住宅。人人都爱吃的海底捞老板张勇，2016年的时候，在新加坡的豪宅黄金地段格乐路，花费了2700万新元买下了网红洋房 The Wind House。这栋豪宅由于屋顶的独特设计，看起来像起飞的翅膀一样，因此得名。
占地面积为15884英尺，拥有5间主卧、游泳池、阳台和花园。这栋豪宅的设计灵感来自于马来传统房屋，底层架空，配以茅草屋顶，不但可以拥有更好的光线，空气的流动也更加充分。材料方面采用了大量的缅甸油木，营造出一种质朴温暖的感觉。整面的落地窗与推拉门的设计，将室外的雨林环境无缝地接入室内，让人随时随刻都能享受自然的拥抱，返璞归真。也许对这栋住宅及周遭环境十分的满意。2021年初，张勇又花费了4200万新元，以儿子的名义买下了隔壁的洋房。这栋洋房比他们现在住的豪宅还要宽敞许多，足足有21647平方英尺。据说这是张勇买给20多岁儿子的婚房，所以各位新加坡的单身适龄女青年们，你们的机会来了，还不赶紧海底捞走起！随着近年来大量富豪涌进新加坡，优质洋房也成为了交易市场的香饽饽。一些有眼光的富豪借此东风，干脆卖掉手上的豪宅来赚取大笔利润。在2002年7月的有地住宅交易中，利润最高的是位于康沃尔花园的优质洋房。这栋占地面积有16089平方英尺的独立式洋房，以4048.8万新元售出。而上次的交易是在2009年，购买价格仅为929万新元。这卖家用了13年的时间，净赚了3119.8万新元，真是高手啊！不过这栋优质洋房之所以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，也是有原因的。看看这环境，阴阴郁郁，鸟语花香，整间屋子被绿植环绕，还能听到来自大自然的声音。这哪是什么住房啊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，感觉给我插上2个翅膀就能飞起来了。据说光装修就花了600万新元，设有6间卧室、1个健身房、1个图书馆、1个游乐室和多个用餐区。它还有1个露天顶层花园、游泳池、瀑布和锦鲤池。怎么样，这一间4000万新元的洋房，你心动了吗？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挣他1个亿。新加坡史上最贵的有地住宅是位于著名豪宅地段纳森路33号的优质洋房，在2019年5月10日的时候，以2亿3800万新元的天价成交。洋房面积足有84543平方英尺，自带超大游泳池和网球场。如果拆掉重建的话，建5栋别墅都完全不成问题。据了解，这栋豪宅的买家是新加坡信托公司 SG Casa， 而这间公司据说与 Facebook 的联合创始人兼新加坡女婿爱德华多·萨维林有关。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02年新加坡富豪排行榜，40岁的萨维林身价高达96亿美元，排名第4。所以花2亿多新元买这么一栋洋房，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嘛。同样有钱任性的还有英国富豪戴森公司创办人 James Dyson， 他在2019年6月以7380万新元买下了新加坡面积最大的华丽世家超级顶层豪宅，创下了最贵公寓交易记录。接着又在1个月内以超过4100万新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古鲁尼路50号的一栋优质洋房。这栋洋房位置非常优越，在自家的斜坡上就可以俯瞰世界文化遗产植物园。不仅如此，设施与装潢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拥有6间卧室、健身房、屋顶花园、悬挂式楼梯、远景花园、无边泳池及室内瀑布，简直就是电影中才能见到的梦幻般的住宅，有没有啊？也许是因为这栋豪宅太过完美，在2020年10月的时候，戴森将华丽世家3层顶楼豪宅以6200万新元的价格卖给了印尼大亨廖凯元，净亏1180万新元。因为是买入后3年内出售，算上税费的话，总共要亏大概2401万新元，这可是相当于白扔一栋独立洋房啊！但这对于身价92亿美元的戴老爷来说，天上飘来5个字儿，这都不是事儿。
大风吹乱我头发，一点儿不优雅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宝，你今天收了这么多的好债，你有什么感想啊？不装了，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